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来更新一下960的移民动态。有看到最近有不少的观众比我还关心960的移民状态，他们都一直问我，960移民了什么玩家进来呀？有没有招募到一些比较厉害、强大的大佬进来？所以我才特意做了今天这个影片分享给大家看。在昨天我做过一个影片，对比国际服跟国服的王国差别。那么刚好在那个影片中呢，我就有分享到列表。在我制作那个影片的时候，其实960还没有开放移民，让那些移民玩家进来960，所以可以看到还没有招募移民进来之前呢，960的战力有216亿，击杀总共有 2.5 兆。虽然这个列表是根据前300名玩家的记录做计算的，不过960的玩家呢，实际上就只有100多位玩家而已，然后剩下的那些玩家呢，大多数都是一些农场账号，或者是战力不是很高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忽视掉那个战力的部分，击杀也就只有 GT 里面的玩家击杀数会比较高而已，所以这边差距不会太大。那么现在 GT 的战力还没有到之前的巅峰时期，现在只有154亿。在之前巅峰期的时候大概200亿左右啊，不过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要把战力压下去，有些玩家的医院到现在还没有治疗，所以你们看到这边的战力比较低呢是很正常的。而且我觉得要看真正的战力有多少的话，要等到 KVK 可能前置之后才可以看到有多少。比较夸张的就是联盟击杀已经变成 3.1 兆了，只是一个联盟而已就已经有 3.1 兆了，这个我都不敢想象。为什么击杀数会提升到这么高？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移民列表。那么这边事先声明，这个列表呢是我自己做的因为我不好意思跟管理层那边拿列表，所以我就只能在排行榜那边看有哪一些名字是我之前没有看过的，并且做一个之前的记录对比，把那些之前没有出现在960的 ID 全部都记录下来。那其实我这边做的记录呢，有几个 ID 是原本就在960里面的，但是我发现到名字有做更改了，我觉得应该是把账号卖给其他的玩家，所以我也是直接把他们的名字写进来，也当作是新玩家啦。这里我算下来总共是有50位玩家说真的，这个移民数量呢不是960最高纪录，最高纪录好像是那时候跟1412合并的时候，所以严格来讲这一次的移民数量呢算是比较少了。那么这个列表我是根据击杀数排行下去的，各位也可以更加直观的去看到这一次的移民质量到底有多高。在列表中击杀最低的玩家有53亿的击杀，不过大部分的玩家都已经是超过100亿击杀了，最高击杀也就是那位韩国玩家拥有663亿的击杀。那在之前我是有听说过他可能会来960啊，没有想到真的安排进来了。除了这位玩家之外，还有另外一位也是来自2029的 Sora， 他也是会来960，而且他的击杀也是有405亿，也是很高质量的玩家。那也因为他们的战力比较高的关系，所以这两位是通过特殊移民进来960的，暂时还没有移民过来，不过之后是会移民过来的。你们也看到这两位玩家的击杀数到底有多少了，现在你们可以理解为什么960的击杀会突然变成3兆。960也算是杀戮机器收割机了，你们可以看到就连击杀最高的玩家也是在960，大部分击杀数比较高的玩家都是在960。而且这一次招募移民进来的玩家呢，其实有差不多1/3左右都是已经超过200亿击杀了。我感觉之后匹配应该会越来越困难了，因为960现在战力还没有提升上去，如果之后战力提升上去，再加上这个击杀，相信应该有不少的玩家都会要求960应该要一个王国打3个王国，一个王国打6个王国那么这一次移民过来的玩家有包括哪一个王国呢？讲真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因为这边太多玩家了，而且有很多玩家其实我都不认识。不过其实有部分玩家是来自2029的，如果你们有看讨论区或者是有看阿破的直播的话，其实他在直播中有透露过2029的未来计划就是有一些玩家会移民到960。在游戏讨论区那边就有玩家分享了2029国王他所发出的邮件，这封邮件是他宣布要退休了，就是他不玩这个游戏了，还有跟大家道别之类的。在这个消息传出之后，比较多玩家是担心2029会被瓦解，好像比较少玩家讨论2029的玩家之后会去哪里，可能也没有考虑到会来960吧。因为老实说这一次960下先锋是真的很辛苦，在这段期间960的管理层非常忙啊，又要处理巅峰赛的事情啊，又要赶走一些移民玩家，还要处理玩家战力的问题，有一些战力可能太高了，又或者是有一些玩家可能不小心治疗了医院，这些都是让管理层最头痛的地方。那其实我们在收这些移民玩家进来的时候还有11位玩家还没有进来，可是960已经变回先锋了，
所以后来又在想尽办法要怎样去删除更多的兵力，好让剩下的玩家进来。没有想到之后又有剩下3名玩家没有进来，又在压低战力。可以说这一次招募移民进来是真的一波三折。这个事情我相信大部分王国都会做的，只是先锋王国做起来会比较辛苦一点。那么重点来了，什么时候报名 KVK 会遇到怎样的对手？老实说，移民昨天才刚完成而已，甚至还有2位特殊移民玩家还没有进来960，他们也没有时间去准备资源加速，甚至2429他们是刚打完了皇庭之后就直接移民过来960了。所以我个人觉得报名的时间应该是等到官方系统强制报名的时候才会去报名，不然这些玩家是完全没有时间去准备的。那假设说等到最后一刻才报名的话，我觉得有可能可以遇到365，至于会不会再遇到93呢？其实我不太想要跟93打了因为上2次的 KVK 已经连续跟93打过2次了，再加上之前打365的时候又跟93合作太多次了，一直跟他们在同一个地图里面，每次都是看到熟悉的面孔、熟悉的王国，我觉得有点无聊。而且比较起打其他的先锋王国，我反而会更加希望真的960可以挑战一次1打3因为上一次 KVK 确实有一点无聊啊，我相信不是只有我个人觉得而已，大多数的玩家都觉得比较无聊。而且在上一次 KVK 结束之后，我剩余的加速资源没有减少，反而还更多了所以我是希望下一次 KVK 可能可以来个刺激一点的吧。不过另外一方面，我又担心那些新移民进来的玩家会不会感觉到压力很大通常会离开960的玩家都有2个理由，第一个就是没有东西可以打，第二个就是太累了。再加上我前面所说的，现在击杀数有3兆，我相信一般的玩家都不会想要跟960战斗，甚至也是可能像上一次 KVK 那样子，就只能等到皇庭或者是关卡区的时候才会有战斗，因为其他的王国其实都不想要变成960的肉，所以在早期应该也是会比较无聊一点都是在种田。虽然击杀数是已经突破3兆了，但是在960里面真正有打仗的玩家还是只有150多位左右而已，所以更加有可能就是其他的王国等到皇庭的时候才一起围攻960，甚至更糟糕的情况就是没有玩家想要跟960战斗，这个就要看之后外交那边要怎样去处理了。不过我突然之间想到一个原因为什么要等到强制报名的时候才报名？一方面也是因为全球巅峰赛差不多要开始了，假设 KVK 跟全球巅峰赛两边一起进行的话，就没有时间去练习，变成可能要放弃其中一边。不过这一次招募了很多移民玩家进来可能可以两边都兼顾也说不定。不管怎样，960的移民招募是已经结束了，这一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呢？你们觉得960在收了这一批玩家之后会复活吗？又或者是跟之前没有什么差别，反而还更弱了？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如果列表中有一些错误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因为这个是我差不多半夜5点做到7点了所以难免有一些错误的地方，大家多多谅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